好，说到了全球打诈的最大行动，我们都记得这一幕。观众朋友，缅甸军政府用无人机去空袭 KK 园区，说什么炸掉了诈骗基地了，我们抓到了几百个诈欺犯。但是这个新闻第一时间我们就说当心哦，可能打假球。果不其然，缅甸只是把镜头前的园区炸一炸给你看，那真正那些人那些设备呢，早就转走。转型升级了，去哪里了？他们居然转进了泰国，继续行骗天下。难怪为什么来到泰国这个地方呢？龟头给搬过来，因为在这个地方继续骗，而就算你被抓到关进黑牢，别惊，泰国的典狱长居然可以从中国快递女模走地下密道，你以为抓到这里吃苦关苦劳啊？其实是极乐监狱。对，就像哥，我们来看一个画面，就是这无人机全部都跑去哪里 ？KK 园区，缅甸政府出手了，棒棒棒棒棒！一轮猛炸之后呢，你知道吗？有180栋的非法建筑全部都不见了，然后夷为平地。在这过程当中呢，逮捕了上千人，然后呢，查扣了上万台的电脑、手机。可是你看这个画面，你不觉得这就是一场戏吗？你看这些工厂像的一个宿舍，都是已经清空了，大概赶快离开之后呢，大型机具才进去，所以人呢，人早就已经被转移走了，然后大家才敢进去炸，棒棒棒！所以呢，画面很精彩，但是呢，人早就已经转移走了。那现在来说的话，很多的专家都表示说，这个就是一场戏。所以呢，你看哦，中国大陆的施压之下的话，它就是大规模的来扫动。问题是你真的是要玩真的吗？很多的人讲说，哎呦，看到哪个 KK 园区，然后呢，这些园区里面炸开之后呢，网络上很多的消息说什么园区开门了，赶快去接你的小孩。很多的爸爸妈妈跑到缅甸去，结果呢，接有吗？东加没，人都已经转移到了哪里去呢？你来看一个地图就知道说他们跑去哪里。这个地方呢，就是缅甸 KK Park 是哪里？KK 园区，可是 KK 园区现在不是炸掉了180栋吗？但是呢，你看下来有新的一个地方，它在哪里？它就是在达福普帕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之后呢，你知道他们弄了些什么吗？就是原封不动把 KK 园区的那一种宿舍全部搬过去。搬过去之后呢，你知道他们之前为什么 KK 园区做不下去吗？因为电跟这些网络都来自中国大陆，所以呢，当中国大陆把你剪掉之后呢，你为什么你有办法做吗？你不能做。所以新的园区你知道吗？他们看到了什么？屋顶架了 Starlink 低轨卫星啊，什么意思？他们要在这边重启炉灶，而且打算长久经营。我的水电不用再受制于人了，我自己用低轨卫星，我有网络，我就可以诈骗。甚至呢，那边还有类似我们以前的客运哦，很多的泰国司机讲说，我来这边接单，什么单？我 KK 园区往来这个新的诈骗园区，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我一天跑好多趟哦，不是1个月跑很多趟哦，一天跑很多趟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被转移过来。那转移过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吗？现在把它以前是诈骗园区，现在要证明。现在都叫什么度假村或是科技园区？那你觉得这些猪仔好日子到了吗？如果是玩假的，炸都是炸这些空的厂房，那你这些人要走去哪里？现在就是趁斤论两，真的把人当猪仔了，你知道吗？现在全部都跑去那个地方，有2种人，一种人呢。我也走投无路了，我继续做诈骗。那你巨象哥，你薪水要开多少给我？4万5是标准的。另外一种就是我就是被骗来的，我想要回家乡，我不想玩了。猪仔，对你这个猪仔你是回不去的。现在这些军阀把你打包起来，直接转卖给其他园区，有分2种：生猪仔、熟猪仔。什么意思？如果你还在抵抗的，那就没有什么价值，60万、80万台币就把你转卖出去。你做不做出业绩，这个很难讲。但是你要是已经是有业绩的，你是熟猪仔，就是你已经会电信诈欺的，你电话打得非常的好的，你一支多少钱？一支转会费，你像不像是那种足球明星的转会费？一支转会费高达225万元，什么意思？这些猪仔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珍贵的人力资源，所以呢，园区炸掉没关系，只要我猪仔在，我再弄一个新的园区，那我还不是一样，重新转过来，我继续做生意。好，我们在想说，居然原来在 KK 园区的那个空袭狂轰猛炸是炸假的，是炸胶带的。他们真正早就已经转进到更爽的地方，比方讲泰国，而且选泰国是因为，就算我被你逮进黑牢，对我照样极乐监狱。居然连
辣妹都可以就中国快递直送啊。刚刚的猪仔呢，就是把它从 KK 园区拉到 KK 园区下方车程1个小时的地方，但是呢，干部走去哪里？干部确实不能继续待在缅甸了，因为干部如果怕被抓，那如果真的出问题怎么办呢？他们跑去哪里？跑去泰国的曼谷。他们用20万泰铢，20万泰铢折合台币是多少钱？1个月18万，租什么？租别墅，别墅里面有什么？有健身房、游泳池。当警方冲过去的时候呢，哇！傻眼呢！你在这地方极乐世界，大家都以为做猪仔的这些干部遇到这个打诈，你应该是抱头鼠窜，没有，人家是租了豪宅，租了别墅，在这边欢欢喜喜。等到风头过后，要跑去哪里？要跑回柬埔寨继续重操旧业。但如果你真的不幸被抓了，你觉得为什么要跑去泰国？因为泰国，尤其是曼谷这边，他们已经跟你打点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中国大陆的黑帮跑去泰国，结果真的被抓了。真的被抓之后呢，外面有个传言，今天终于被证实了，在泰国坐牢坐爽牢，你在里面当大哥，你知道吗？今天冲进去之后呢，你除了他找到很多的违禁品、烟酒之外呢，竟然发生了什么？你看到了很多人，囚犯是全身赤裸的，而且甚至有保险套，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在监所里面开极热世界趴。在里面玩得欢欢喜喜，那我们就要讲进去。你不是关吗？你关不是蹲苦牢吗？你蹲苦牢怎么会用到这些违禁品呢？现在来说的话，只要你有钱 ，money， 你在泰国这边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啊。现在有泰国监狱啊，收钱，收什么钱？你只要给我到100万元的泰铢哦，折合台币大概是90万，只要有到这个样子的话，那你任君挑选。你以为我只要吃好的，然后呢，我只要用个手机吗？没有，连女生都给你把你送进去。在这一次来讲的话，谁来检举的？泰国自己当地的囚犯，你日子过太爽了吧？然后呢，你怎么会有女模呢？这个女模是怎么来的？泰国监狱里面，他就会给你有网络的手机，然后呢，叫这些黑帮大哥你自己去点菜，你叫得到来泰国，好，前端你去负责。你叫到泰国的寓所之后呢，有分成2种，我们来给大家讲。你进去关吼，有1门、2门、3门，监所的人在这里，你在里面关，你在3号门里面关。可是你的女模，只要你打通在典狱长，典狱长就可以让你从1号门的2楼进来。为什么2楼呢？因为典狱长的办公室就在2楼，你从2楼进来之后，你就不用什么经过1号门的一个关卡的检验，结果。泰国这边帮你走进来之后呢，你这个中国大陆的囚犯就从3号门抵达2号门，然后呢，女模就从1号门的2楼走进来，大家在哪里？大家在2号门相会。2号门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就是它楼梯间的转角，楼梯间的转角下面他们有隔出来一个 VIP 室，通常是给谁的？典狱长来帮忙做一些特别人员的接见。没想到呢，现在竟然变成什么？他们的极乐世界。所以呢，花了上百万的台币。大概90万的台币，上百万的泰铢，你竟然就可以闪过监所层层抵扣，然后呢，狱方人员呢，也从囚犯把你从3号门带到2号门，大家就在这个地方极乐世界。那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标出来？就是有人看不下去了，泰国的当地的囚犯，你竟然做这种事情，结果把他检举下来，检举下来之后呢，现在这几个。寓所里面的人员还有典狱长已经被撤职了，所以代表这件事情是真的。好，观众朋友，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地方，如果要真正说到了诈骗黑洞，万恶的太子集团当然非他莫属。太子集团大脑指挥中枢所在地就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政府终于出手了。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新加坡开始查扣它的动产、不动产，更让大家吓破胆的是，新加坡人最引以为傲的几所名校，居然手都牢牢的被太子集团给把持。现在每一间学校、大学都急着切割、删资料，急着撇清，有用吗？更可怕的是，顺着金流，我们来追陈志的角色。中国帮柬埔寨盖了一座大到可以停靠航母的云壤军港，今年才刚刚启用。同一个时间，另一条直通金边的福南运河也说是中国出资的。我们就问，中国一把抓的背后，陈志出力又出钱，他介入有多深？恐怕深到我们无法想象。查缉太子集团的国家现在已经脚步蔓延到新加坡了。新加坡在最近呢突袭了太子集团下面一个所谓的车贷融资公司啊，
结果呢，不只是这个公司遭到这个所谓的查扣之外，包含到他往来一些这个所谓的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这个银行里面，只要有账户的全部遭到冻结。你知道这一冻结起来又是36.2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那事实上，太子集团被认为说他在政商之间里面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绵密，现在居然遭到爆料说，连新加坡的国立大学都跟他好像扯上了关系啊。那事实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参观太子集团的这个金边总部，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在2022年到这个2024年之间还跟太子集团进行类似像建教合作这样。哇，看到这个我真的头皮发麻。你要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是全亚洲数1数2的名校。换句话说，它扎根之深，已经从教育把黑手伸进去。要用新加坡最聪明的脑袋，利用他们帮他搞诈骗吗？而且当时这个学校到跟这个太子集团进行合作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们是到柬埔寨去进行学习。我的天哪！还不是去学习什么？学习诈团运作吗？还不是在新加坡本地里面他到柬埔寨去。结果呢，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这些学校就讲说没有，我们现在跟太子集团已经没有合作关系了。但其实代表是那前面有合作关系，这个也是个事实啊。这次新加坡呢去指导太子集团，早该要动手了。到了这几天才动手，结果一冲进去，跟我们的豪宅冲进去，要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到底抓到了什么？其实你刚刚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他在新加坡的这个办公这个 Dutal 的这个总部里面，其实非常非常豪奢。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当然是在台湾这边原先我们所查扣的。对。可是呢，现在传出来说，陈志在新加坡的时候，出入当然又是名车，带的也是100万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表，而且重点是你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买豪宅你看画面的这个他的这个办公大楼真的景观也很好，又是位在高楼层，对不对？但是你回来看他那个时候花2.4亿的港币去买豪宅，然后呢买完之后呢，还要花这个所谓的9700万去打造家族办公室。最重要的是什么办公室？看起来有点像是私人的豪华招待所，多豪华！里面有卡拉 OK 啦，雪茄区啦，按摩浴缸，这根本是休闲招待等级。还有什么？喝中国茶。你想想看，中国茶有什么了不起？喝起来，但是人家讲说，他喝的一块茶砖是10万美金起跳的那一种美国动手之后，全世界的一些国家才开始动手，而你中国喊了这么多年，却连陈志抓都抓不到。当然不能抓他，陈志太重要了，这颗棋子。如果真的背后是中国国安部，再来我们就要说，国安部“一带一路”的背后，柬埔寨造军港又造运河的背后，陈志要人帮他找人，要地帮他找地，疏通一切。他介入“一带一路”到底有多深啊？我们过去看到中国用“一带一路”去吸引这些国家加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没有钱，中国可以出钱帮你投资；对，你没有人的话没有关系，中国可以找人帮你建设。所以呢，“一带一路”的这个部分呢，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之一就是柬埔寨的云壤海军基地事实上，这个原先的海军基地就存在了，但是呢年久失修所以它本来是一个潜水港。那后来呢，这个中国就讲说，来，我帮你进行扩建跟翻修工程，它反而继这个所谓的非洲吉布地之后呢，成为第2个海外军事设施的建设。所以老共帮他出钱又出力，把这个地方深水越挖越深，深到可以停靠航母。最后想的是，其实他在实则打造自己共军的海外第2个军事设施啊。事实上，如果你今天这个大型的舰队出来之后，最重要是要找深水港可以停泊嘛。那你今天有个港口之外，那你其他的补给是不是也要一步到位？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所谓的云壤海军基地里面，有发电厂啦、直升机基地啦、通讯楼医院，还有后勤训练大楼那你光看这个所谓的云壤海军基地的这个所谓的地理位置图，你就会发现到它位置在这里。对，但是呢，它距离所谓的南海跟马六甲海峡的这些地方大概是在1000公里左右。是，所以你想想看，它位在这个所谓的中枢位置的时候，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中国，你今天出来之后，我如果有个航母舰队什么都停泊在这里的时候，是我整个的威慑力量就更大了呢。所以这张图其实非常关键。你刚刚提到了它的相对位置，泰国很重要。柬埔寨很重要，为什么？今天泰国他也出钱帮他打造运河，如果泰国运河打完了之后，他根本不用经过马六甲这个地方，直接就泰国运河，然后走到柬埔寨，直接上岸之后走内陆，他就直接源源不绝把他的油料、石化的产品
运往中国了。而且你想啊，因为菲律宾的位置是在这里嘛，对。那过去大家也讲说，如果美国要透过菲律宾驰援的话，就掐住了你，是很重要的地方。但是他今天把云壤放在这个地方，对于菲律宾来讲也会有钳制的作用。当然这是在军事上面的威吓。另外一个中国最擅长的就是用经济的方式呢，去钳制抓住你的咽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透过另外一项投资去控制这个柬埔寨的经济命脉，其中最重要就是德崇福南运河啊。这个运河的中国花了17亿美金打造了180公里的这个运河，而这个运河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你从这个地方看过来后，你就会发现到它其实连接到了金边跟暹罗湾啊。那中国企业在这个地方，因为是由中国来出钱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运河建成后的20年到40年的时间里面，都是由中国企业在这里负责营运。对，那你柬埔寨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干预这个运作。那你想想看，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把你的经济命脉给拉住了。那个时候，连他的这个总理洪马内啊，就出这个在这个运河这个地方，还说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给他完成。但重点是，这又不是你柬埔寨出钱的，这个是中国极力去协助你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你的柬埔寨的经济命脉被抓在中国的手上的时候，是不是也代表了中国对你这个柬埔寨是可以予取予求的？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